拜登比奥巴马更狠，比特朗普更阴，他能搞垮中国吗？大家好，我是罗富强。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：拜登最终是把中国搞垮，还是把美国搞垮？拜登上台以后，他的对华政策不仅延续了当初的奥巴马路线，还延续了特朗普的路线，并且加上了自己的新主张。他把中国定位为对美国构成威胁的4个国家之首，其余3个分别是俄罗斯、伊朗和朝鲜。并且拜登还发誓，在他的任期内绝不允许中国超越美国的情况出现。由此可见，我们绝不能指望拜登政府会具有诚意地修复中美关系，会出台对华合作友好的政策，中美关系还能回暖。完全相反的是，拜登政府必定会竭尽全力要搞垮中国。拜登政府未来如何对待中国，我们应该如何应对？我想我们需要从拜登与特朗普的对外政策差别当中找到一些答案。拜登与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政策相比，有着3大明显的区别。第一，特朗普打的是职权，而拜登打的是组合拳，更阴更狠。作为商人出身的总统，特朗普出拳那就是直接奔钱而来，以针对中国为主，乃至对其他一些国家大打贸易战。说白一点，就是通过征收关税，提高进口商品的价格，遏制中国的出口，直接从中国企业和美国老百姓那里抢钱。而拜登不仅延续了特朗普那种非常直接的贸易战、科技战、军事挑衅，鼓励台独势力等等，还重新拾起了被特朗普丢在一边的人权大棒，把美国过去30多年对付中国的老一套搬了出来。明明是美国就是全世界杀人最多的国家，是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国家，是最不尊重人权的国家，但拜登却以造谣为基础，攻击中国不尊重民主和人权。首先指使媒体造谣抹黑，然后再让政客们大做文章，完了施压和发动一些本阵营里的政客攻击中国，施压其他一些国家联手制裁中国，孤立中国。第二，特朗普是单打独斗，拜登是拉帮结伙。特朗普在任时，只要与其他国家或者是国际组织意见不合，对方不听自己的，那就翻脸或者是退群。而拜登更加老辣，政治和外交经验更加丰富，他深知美国一己之力已经无法遏制中国，在中国家门口无法单挑中国，所以拜登一上任就致力于拉帮结伙，全力以赴要组建反华新联盟，试图组建最广泛的同盟，孤立和围殴中国。那么拜登之所以不惧新冠疫情的威胁和他那老迈之躯，急吼吼的要和英国一起联手召开 G7 峰会，根本目的就是试图要把 G7 成员国组成反华新联盟的骨干国家，再让他们去联合更多的国家对抗中国。第三，特朗普横冲直撞，而拜登呢善于搞阴谋诡计。特朗普是一个极端任性的人，直来直去，莽撞不讲理，想用美国的庞大身躯恐吓别的国家，压垮别的国家，想怎么干就怎么干，甚至可以用野蛮来形容特朗普的政策。你要是不听我的，不顺从我，那我管你是不是盟友都会出手。比如他的关税征收，连自己的小跟班、最铁杆的跟班加拿大、日本、英国都不放过。当然了，那些国家敢怒不敢言，只能忍气吞声，谁让自己要做美国的小弟，要靠美国罩着呢？但拜登就不一样了，他一上任展现的最大外交形象和口号就是美国回来了。因为特朗普已经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、联合国人权组织、联合国气候组织等10多个重要的国际组织，这样一来，美国的影响力与话语权就受到了很大的削弱。拜登看到了这一点，作为美国当年最年轻的议员，当今最老的政客，美国从政时间最长的政客，还曾经2次担任过美国的副总统，拜登很清楚，
当年美国主导建立的那些国际组织，其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利用这些组织来执行美国的主张和意图，起码是左右国际社会和其他国家。所以拜登上任之后，反复对外发出的声音就是美国回来了。这句话我们上了一点年纪的人听着都会感到耳熟，很像是我胡汉三又回来了那个电影的台词吧。中国有一部经典的革命电影叫做《闪闪的红星》，当中有一个反面角色，一个当地恶霸，他名叫胡汉三。在农民运动的时候呢，仓皇出逃，但是农民运动走入低谷的时候呢，镇压农民运动，在回来的时候，他得意洋洋地叫嚣：我胡汉三又回来了。拜登的表现有点类似这个胡汉三，美国回来了。他主要是回来收回他全方位的霸主地位，主要目标就是要来收拾中国，而且呢，要充分利用国际组织来干中国。所以拜登先是要从所谓的人权方面污名化中国，再从经济上收拾中国。因此要求世贸组织修改规则，而且呢说不要让中国参与这个规则的制定。之后呢，又从反华联盟方面呢大做文章，试图组建反华联盟来围堵和孤立中国。接下来还会加大军事方面对抗中国的力度。总而言之，拜登就是一定要遏制和打压中国，设法搞垮中国，确保美国长期的霸主地位。这就是拜登说我要回来了的根本目的。那么拜登真的如愿吗？我们应该怎样应对？拜登最终是把中国搞垮，还是把他美国自己搞垮？敬请各位留言参与讨论。好，本期话题就到这里，下次再见。